这绝对是德爷打野以来混得最惨的一期，7天时间仅仅抓到了一条2两半的鳟鱼，放进火堆烤至外焦里嫩12分熟，一口下去吃的连骨头渣都没有剩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捡到一具羊驼尸体，吃上了嘎嘣脆鸡肉味的蜥蜴刺身，整趟旅程全靠着意志力撑到最后。本期德爷来到了玻利维亚的阿塔塔沙漠，这里海拔高，气候干燥炎热，年平均降雨量不足5毫米，光秃秃的高原简直比德爷的头发还要荒凉。挑战开始前，先与当地的羊驼来了波亲密互动，接着搭乘着摄制组9块9包邮的核动力直升机，火速抵达挑战地点。依旧老规矩，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甚至连头发都不带，所携带的装备只有大哥大和摄像机。德爷要在接下来的10天内抵达50公里外的水库，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德爷根据影子的倾斜角度，很快确定不远处的雪山就是前进方向，接着便背上行囊迈开脚步。然而在4000多米的高原上，背着几十公斤的设备前进，德爷很快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而且此时的他还感到口干舌燥，眼看再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被掏空。于是德爷决定下到前方的峡谷中，不仅可以躲避头顶的烈日，而且说不定还能在谷底找到淡水。就这样，德爷在谷底走了2个半小时，一直来到正午时分。由于影子处于正中间的位置，德爷已经不能根据影子判断方向，他只能依靠脑袋里面的缺德地图跋涉。就这样又一直走到下午，德爷发现周围的植被越来越茂密，脚下的泥土也变得湿润。果不其然，伴随着德爷的一声给，前方出现一条10几米宽的大河，来不及犹豫，直接趴下蹲蹲蹲，喝起来是甘甜可口，解渴指数是牛肉的几10倍。刚喝完就看到天空开始乌云密布，下一秒还传来阵阵雷声。这对德爷来说可不是好消息，毕竟光头被雷劈的概率是有头发的好几倍。赶忙在附近寻找庇护所，前方这个岩洞看起来就很不错，德爷二话不说就钻了进去。来不及生火，今晚只能天违背地未晞度过一宿。来到次日清晨，德爷并没有着急出发，他来到河边想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的物资，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一个组团铁罐，随后又捡到一根干燥的木棍当弓钻。德爷返回营地，着手准备生火，解开脚上的鞋带，德爷快速加工出来一把手工钻，接着便紧锣密鼓开始摩擦。按道理说这里的气候炎热干燥，想要生火并不难，可德爷抱着工钻摩擦了2个半小时，小德子都累抽筋的，也没见到火星子。德爷推断是海拔太高，氧气含量过低导致的，不想就这样前功尽弃。德爷休息一会后，又开始摩擦了起来。这次果然皇天不负秃头人，伴随着清新口气的输入，火德星君成功引燃烈焰。由于今天没有抓到蛋白质，只能依靠着火堆度过一晚。来到挑战的第3天，为了携带着来之不易的火种，德爷在附近找到一种叫亚勒塔的植物，它们点燃后能燃烧很长一段时间。德爷切下一块放进铁罐里，接着便收拾好行李重新启程。这次德爷计划沿着河流前进，半路发现河对岸好像有具尸体，德爷涉水来到对岸，发现是一具发臭了的羊驼尸体，吃肯定是不能吃的，不过还是有利用价值的。德爷使劲掰断羊驼的大腿，上面的肌腱是做绳子的绝佳材料。德爷打包好重新上路，都说人一旦走了晕倒都挡不住。跋涉没一会，他又捡到一个塑料瓶，正好可以用来当做储水容器。美中不足的是里面有只鸭脖。随着不断往前走，周围的地势变得越来越崎岖，稍不留神就很可能粉身碎骨。身上又背着几10公斤的重物，让德爷感到苦不堪言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小心跋涉到安全地带，德爷在附近找了一个山洞，打算休整一晚再出发。铁罐里面的火种还在燃烧，德爷轻松升起火堆。转眼来到第4天，俗话说哪儿有泪不轻弹，但此时的德爷却眼眶红润，究其原因，居然是4天没吃饭委屈哭了。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德爷拿出之前捡到的金华羊腿，抽出上面的肌腱，放在水里面浸泡开来，接着用自己的巧手编制成绳子，再搭配上之前捡到的铁钩，一副钓鱼装置就大功告成了。利用羊腿肉当诱饵，最后用树枝把鱼钩固定在岸边，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。然而坐以待毙并不是德爷的风格，为了增加捕鱼的成功率，德爷又打算在河沟边圈一个捕鱼陷阱，从附近搬来一块块大石头将出口堵住，只留下一个漏斗形的入口。做完这些，德爷也没有闲着，而是在周围的灌木丛里寻找小壁虎，打算吃点前菜开开胃。经过一番忙碌，还真让他抓到一只，用不着掐头去尾，直接送进嘴里，嘎嘣脆，鸡肉味，有种咀嚼牛板筋的口感。接着过来检查鱼线，不出意外，鱼线上连根鱼毛都没有。就在德爷心灰意冷的时候，石头陷阱给了他一个大惊喜，一条幸运的鳟鱼迷了路。德爷脱去衣服跳进河里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擒获。一个高兴没忍住就发出给的怪笑，定睛一看，足足有2两半重，这下终于可以吃顿好了。就近将其开膛破肚，随后返回营地，直接扔在火堆上炭烤。15分钟后，鳟鱼的香味弥漫整个营地。而作为一个绅士的英国人，虽然早已饥肠辘辘，但该有的仪式感必须有。德爷用石头将鱼盛起来，接着便开始享用4天来的第一顿蛋白质大餐。送进嘴里是松软多汁鲜香紧实，简直好吃到爆炸，就更别提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几千倍了。德爷吃的是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每睡到第5天早上，德爷离开河流，朝着终点前进。而为了弄清楚前进的方向，德爷决定爬上眼前这座山坡。德爷手脚并用，没一会便爬了上去。
去，站在上面，周围的一切一览无余。德爷确定好雪山的位置后，重新上路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前方就被一道陡坡拦住去路。绕路走的话，费时又费力。深思熟虑后，德爷决定冒险从陡坡下去。平稳落地后，看到前方有一条河流，德爷本想凑上去喝点水解渴，不料走近闻到一股海水的味道，浅尝一口，果然是酷咸的海水。虽然这条河不能喝，但也变相告诉德爷，距离盐湖不远了。来到挑战的第6天，眼看瓶子里的水只剩下250毫升，德爷却依旧没有看到终点，山坡却一座接着一座，这让德爷感到些许不安。到了最后，连水都喝光了，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，德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，又顶着冒烟的嗓门跋涉了3个多小时，在翻过最后一个山坡后，终于看到了终点的盐湖。到此，本期挑战也就圆满结束了。